明明都是热巴演的，宁若初和阿纪两款男装，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大多数时候，喜欢家庭伦理、悬疑烧脑、亦或正剧的观众，都对演员的演技有超高的标准，往往都不太能接受花瓶类的演员，在这样的剧里摆着一张面瘫脸，顶着一个主角光环任意妄为。而偏爱甜宠、仙侠，亦或无厘头的观众，对演员演技的要求都不太高，只要演员表现得中规中矩，不太出戏，大家都可以勉勉强强的接受。其实说白了，喜欢正剧的人想要的只不过是那份难得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味儿。偏爱言情的，都想在感人肺腑的故事里，找到现实中几乎绝迹了的人间理想。一个追求平平淡淡的真实，一个拥抱遥不可及的理想。所求所爱当然会不尽相同。巧的是，苗苗不管什么题材，只要故事有逻辑，制作有保障，演员有演技，内容硬核的剧，都是苗苗的心头好。而近日时下正在热播的由任嘉伦、迪丽热巴联合主演的《恰似故人归》，便引起了观众的强烈讨论。特别是关于演员演技的讨论，更是一波接着一波，如同纷纷席卷而来的浪潮一般，高潮迭起。别人咱们暂且不提，这次就只说说迪丽热巴。那么，她究竟有没有演技呢？其实，大家看看她在这部剧中饰演的两款男装表现就知道了，完全不沾边的造型。在整部剧中，纪云荷总共有2次女扮男装的经历，而这2次男装造型却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完全的不沾边儿。第一次，在四方阵下，为了能化解青姬留在河水里的傅灵，跟常毅顺利逃出升天，纪云荷曾经将自己乔装打扮成宁若初的样子，欲打感情牌，让傅灵的怨念消失。那时候的他，一把雪白的发带，将自己的头发高高的竖起，再加之一袭白衣，文质彬彬，翩然若仙，完全有宁若初身上那种不同凡响的书生意气。这时候纪云荷的男装，完全是在刻意模仿宁若初这个人，只是在他的眼角眉梢的气质里，还是带着独属于他纪云荷的英气和飒爽。可以说，这次宁若初的男装，不管迪丽热巴怎么演，都不能脱离了她就是纪云荷的本质。而这一点，迪丽热巴轻轻松松就做到了。不仅仅是妆容上、语气、面部微妙的表情，都在向观众诉说，她是纪云荷本尊是也。而迪丽热巴的第2次男装是在纪云荷下线之后，林浩清重新复活了她，并且准许她一个人外出游历，只是有3个必须遵守的条件，而其中1条便是不能以真面目示人，要用幻形之术将阿纪变成男孩子的模样。这时候再看迪丽热巴的男装，已经跟之前的那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犹如瀑布一般的长发不见了，就连头上的发髻都盘得有些凌乱，特别是前额的头发帘，弯弯曲曲的，像极了现实生活中遗传而来的倔强不屈的自来卷、泡面头。说实话，这款稍显敷衍的造型，真的没有任何的美感，但偏偏就是让迪丽热巴那张精致的脸掩盖的灵动异常，少年感满满。看过这2款男装造型后，会禁不住感叹，明明都是迪丽热巴演的，但宁若初和阿纪之间的差距却非常大。但宁若初和阿纪的区别，可不仅仅是在造型上，人物个性也完全的背道而驰，一点相似度没有的个性。在所有人的印象里，宁若初是一个沉稳老练、豁达通透、透着书卷气的洒脱男人。所以，当纪云荷装扮成他的样子之后，不但要举止端正、言语厚重，更重要有行事稳妥的人物灵魂。所以，迪丽热巴当下用纪云荷的身份扮演宁若初的时候，要端起肩膀，不疾不徐的款款迈步，让她的整个身子、形态，甚至是从骨髓里散发出来的气质，
都要沉静下来。只有这样，傅玲才会相信面前之人便是自己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宁若初。而将前尘往事忘得一干二净，重获新生的阿季，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个性。他明媚的像春风里的一道朝阳，灿烈、张扬、醒目，跳脱欢快的像出生的小牛犊子一样，不惧人间任何的风浪，虑性而为，随心而行。若是说上一世，季云和最想要的是如风般的自由，那么这一刻的阿季便无比真切地完成了他前一世的夙愿。而迪丽热巴用停不下来的手，看不够世事变迁的眼睛，还有嘚嘚瑟瑟的行为举止，将这个如风的少年人诠释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特别是他那双灵动的眼睛，好似从未曾沾染世间的任何浊气一般，纯净的如同孩子般澄明。还有笑起来的时候，那种肆无忌惮、天地任我行的得意，好像是从血液里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一样，格外的惹眼、灿烂。看到此刻，你还能把这个阿季跟前边那个季云和版的宁若初产生一丝一毫的联系吗？人物分离的恰到好处，妆造完全不同并不重要，个性完全不同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将两个角色分离的恰到好处的表演，才是导致迪丽热巴两款男装表现完全不同的主要因素。其实，真正追剧的观众都有不约而同地出现同一种观感。虽然迪丽热巴在整部剧里仅仅只是出演季云和一个人，但却将不同时期的季云和用极其割裂的方式精准地诠释了出来，好似每个不同时期的季云和都是一个新的角色，而迪丽热巴把他们分离得很好。初期的季云和像火，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熊熊燃烧、碰撞、争夺，哪怕是燃尽本体，也要为自己或者长逸拼一个不确定的、仅仅只有一丝希望的未来。她勇敢得如同永不止歇的女圣斗战士，奋力向着目标前进，不死不休。中期的季云和像水，饱受折磨的病体，让她看似柔柔的、弱弱的，却有着水滴石穿的惊人毅力，顽强、无畏、清醒执着地活着。哪怕明知道最后一刻会灰飞烟灭，也要为所爱之人洗涤一下这污浊不堪的世界。而后期的季云和则真的活成了风，即使前尘往事都忘却，还是会在路见不平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助。他不管前路有谁，有什么艰难险阻，有什么妖魔鬼怪，只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倔强地向阳而生。这么看，迪丽热巴的演技究竟如何？好像已经不说自明了。当然了，偶像剧中的演员跟正剧当中的演员没法比，但不得不承认，迪丽热巴绝对算是偶像剧演员中演技方面的翘楚。对此，大家怎么看呢？欢迎留言讨论哈！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